别再抱怨9%的消费税了。新加坡政府其实已经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一场财富收割。2025年，当全球各大老牌旅游城市还在抢夺那几个穷游背包客，甚至因为游客只看不买而头疼不已时，新加坡已经毫不留情地从国际访客口袋里掏出了创历史纪录的328亿新元。这328亿新元绝不是靠卖几份辣椒螃蟹或者环球影城的门票就能凑出来的数字。如果你还把这当成是几篇旅游攻略带火的网红效应，那就太低估这个国家的操盘手了。与其说新加坡是一个旅游胜地，不如说它已经进化成了全球企业和高净值人群的首席调度室。普通人看到的是风景，资本看到的是效率。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当全球经济都在勒紧裤腰带的消费降级期，新加坡凭什么能逆转周期，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超级中转国？它的这套玩法又将如何改写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底牌？对于大多数每天早晨挤着 MRT 上下班，年底盘算着 CPF 还差多少能买房的35到40岁新加坡中年人来说，328亿新元这个宏大的数字听起来就像是个平行宇宙的笑话。毕竟我们最直接的体感是，楼下10格的杂菜饭又悄悄涨价了，周末带孩子去趟乌节路，连停车费都让人肉疼。在全球经济放缓，各大经济体都在经历消费疲软的当下，普通人的钱包都在缩水。按理说，旅游这种非刚需的享受型消费绝对是最先被砍掉的预算。你看看周边国家都在拼命推出免签、打折、搞平替游，试图靠走量来维持旅游业的生计。但新加坡的操盘思路完全不同，他太清楚自己的底牌了。这里没有名山大川，没有廉价劳动力，物价还高得离谱。如果跑去卷大众旅游和低价团，新加坡根本毫无胜算，甚至会拖垮本地的基础设施。所以新加坡的策略极其冷酷且精准，既然穷游赚不到钱，那就彻底抛弃低端市场。这328亿新元的背后，是新加坡将旅游业从一个脆弱的消费板块硬生生拉升成了对抗全球波动的生产力板块。它卖的从来不是什么自然风光，而是极度稳定、高效，甚至带着点强迫症的商业基础设施。当周边国家在比拼谁的酒店更便宜时，新加坡在比拼谁的法治更健全，谁的资金流转更安全。当你以为他在搞旅游时，他其实在搞金融和产业调度，而这套调度的核心武器正是他吸金的真正底气。要看透新加坡这种降维打击的野心，你必须盯紧一个核心密码 MICE， 也就是会议、展览与奖励旅游。根据新加坡旅游局2025年的最新数据，虽然 MICE 游客在总访客量中的绝对占比不是最大，但他们创造的收益却高达23亿新元，同比增速超过了惊人的35%。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赚钱效率。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因为来开会的这群人根本不是来穷游的，他们刷的是公司户头，住的是5星级套房，谈的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跨国合同。为了把这群高净值人群死死按在新加坡，政府展现出了极其强悍的国家资本主义手腕。前段时间，贸工部直接宣布，未来5年追加7.4亿新元作为旅游发展基金。请注意，在经济存在下行风险的敏感时期，拿出7.4亿真金白银，这绝对不是拿来给快破产的旅行社发低保的。这笔钱是政府用来做产业风投的。官方的潜台词非常冷血且明确，我出钱替你们分担试错风险，但你们这些私营企业必须给我搞数字化，必须给我去抢占国际高端市场的准入资格。这种精准滴灌的政策导向，直接逼迫整个行业从低端服务向高附加值狂奔。我们看看滨海湾金沙的持续扩建，就彻底明白了。MBS 砸下几十亿重金扩建会展设施和第4塔楼，表面上是增加了酒店容量，实际上是打造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商务加休闲生态圈。
华尔街的大佬们白天在楼下参加闭门会议，晚上直接在楼上的顶级米其林餐厅开香槟，顺便再去剧院看个首映。新加坡用世界上最顶级的硬件设施，把这群全球最有钱的人精准锁定在这片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榨干他们的每一分商业价值。这就是用国家信用做背书的产业杠杆。但是战略再狠，资本再多，新加坡也绕不开一个极其致命的物理死穴。我们只有7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国际访客飙升到1690万，这片土地的承载力其实已经逼近了物理极限。怎么破局？新加坡给出的答案是极其残酷且精密的空间重构。如果你仔细研究过市建局，也就是 URA 的总体规划，就会发现政府正在下2盘极具野心的大棋。第一盘是海峡景综合 MIC1 枢纽，第二盘是圣淘沙与布拉尼岛的合并重构计划。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盖几栋新楼或者修几个游乐场那么儿戏。政府是在对新加坡的物理空间进行一次彻底的折叠与重塑。他们把原本割裂的商务办公区和休闲度假区强行揉捏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工作及度假的全新空间叙事。你要来新加坡谈几亿的生意，没问题。你的会议室窗外就是超高端的游艇码头和度假村。这种空间重构的本质是为了在极其有限的土地上实现单位面积产出的绝对最大化。另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星耀樟宜。在全世界的传统认知里，机场只是一个纯粹的交通节点，旅客匆匆过境，最多在免税店买杯咖啡。但新加坡硬是花了巨资，在机场正中间砸出了一个40米高的室内瀑布和热带雨林，把它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那些原本只打算在樟宜机场转机停留2个小时的国际旅客，现在心甘情愿地留下来，拖着行李箱在这里疯狂消费大半天，把纯粹的流量节点强行转化为暴利的变现节点，榨干每一寸土地的商业潜力。这就是新加坡空间调度的最高境界。看透了这套国家级的资产调度逻辑，你就会明白，328亿新元真的只是一个开局。当全球地缘政治越是动荡，大国博弈越是激烈，新加坡这个超级中转国的避风港价值就越会被无限放大。政府用极其冷酷的商业逻辑和前瞻性的空间规划，为这个国家筑起了一道极高的经济防火墙。而这股国家级的财富聚拢效应，最终也会以各种形式渗透到我们这座城市的底层运转中，成为保住你我饭碗的隐形支撑。作为生活在新加坡的普通人，我们不能只盯着眼前的物价抱怨。你在自己的行业里，有没有感受到这波高净值热钱和高端会展带来的溢出效应？是在薪资的涨幅上，还是在日常更快的商业节奏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观察，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想看透更多滨海湾背后的资本逻辑与生存法则，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我是金沙眼，我们下期见。